有土壤嘛，有土壤啊，这边有土壤嘛啊，你看这边的岩石是不是红红的啊？什么道理？因为含铁的成分比较高啊，铁的成分比较高啊，这样知道吗？啊，所以那这个地方以前叫做铁镇。内华达州与奥勒冈州、爱德华州、卡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犹他州接壤，所以我们从内华达州，我们现在绕过来、跨过来，来到了犹他州啊。犹他州，美国法律啊，我们提到州啊，我们就聊到美国法律源自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国普通法体系啊。这个在最高权力的条款规定之下，美国宪法、国会制定的其他的法律、国际条约是国家的最高法律啊。所以啊，这些文件呢，就是在英国的普通法体系底下，创造出了美国的联邦法，50个州、海外领地的法律啊。美国的法律有4个来源：宪法、行政法、成文法跟普通法。来到美国，我们其实可以了解到一个美国是一个非常 free 到不行的地方，但是它也是一个执法非常严格的地方啊。美国的警察，如果你手他要盘查你的时候，你把手放在口袋后面，他会以为你掏枪的时候，他可以开枪打你。很多人说不人道啊，要是在台湾还得了，警察打人哦。但是呢，在美国不会啊，在美国给予警察的权力很大，所以你看看呢，台湾就是如此。今天治安才会那么糟糕，为什么？因为这个警察给予他的权力不够大，警察权力该给大一点啊。很多人说给大会出问题啊，是啊，给大会出问题，不给也出问题啊。任何事情都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但你总是要想到一个方案嘛，对不对？所以在美国，每一州的州法，跨州有时候州法跟税率啊，会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啊。那这也是美国50个州很特别的，所以去美国旅游或是居住啊，很当心啊，诡异的州法唱歌走音不喝牛奶，有时候在这一州是要罚款的。有的人讲伤喊啦，他伊就是这喊，因为呢50个州啊，拢有无同款的州法啦，有的会使押钱，有的袂使押钱啊。有的人不知道，拿着枪跑到另外一边去啊，哇塞，还得了哈？这个处罚有的地方啊，拥枪自重是很正常的啊。比如说，犹他州禁止人不喝牛奶，等等啊，很多啊，关家这样啊。那我们现在呢，太多州了啊。那公美料哈，像内华达州有胡渣的男人不可亲女人，这是新密啊。北卡罗来州啊，唱歌走音袂使，你差点把人当外口你唱歌拢袂使拜托啊，有没有走音你知道？就是安尼啊，有的人讲伤咸啦，无好就伤咸人住伫遐，人有人的方式，人有人生活法律啦，对不对？就像讲，当美国人伊会感觉讲哇，你喺骑楼会使扛奥特曼假的摊贩会使扛伫骑楼，伤咸啦，哪有可能的代志？那么对因来讲就无可能的摊贩看到那个警察来。赶紧杀去边啊！警察了去送过来警察例行巡逻，对因来讲嘛是无可能的代志。那无就是违法的，那无你就缴税啊！所以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特色，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生存的方式啊。犹他州，我们进来了西安国家公园，有多干燥？干燥到这里，你看都是这种仙人掌刺花。美国西南部犹他州附近的一个国家公园，这个占地呢，有达到593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啊。最重要的景点当然就是什么西安峡谷喽这里有红色跟黄褐色的砂岩，所以你现在在我们荧幕上看到的所有的画面，有没有很震撼啊？你在台湾你被看到红砂岩啊，就拍看到很难看得到啦基本上不是很难，没西安跟科罗拉多峡谷地带的地质呢，包含了9个意味着在1亿5千万年前的中生代沉积作用而成的
盐城。在这个时期，这一块土地经历了暖流、浅海、小河、池塘、湖泊、大量的沙漠、干燥的近岸环境覆盖了这个地区，所以在这儿，原住民印第安人了解印第安人就移居到维琴河附近，人们逐水草而居来到这儿，你可以看得到有别于你在很多世界上看到的风情因为这个地方拥有了美丽的布莱斯峡谷、西安国家公园大自然的奥妙、红砂岩般红黄褐色的纳瓦河沙岩层在这里形成了美不胜收的景色。我就说美国国家公园超美想到没人要来少人来有的人感觉讲我坐车等坐车就等，坐车看风景美国公路原本就等你有听过讲到美国你若无车你就免出门美国每个地方出去呢，随便起跳都20-30公里美国地大嘛所以情况是不太一样的美国真的你看我这么多年来介绍美国也没特别旺但是我一直觉得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旅游的地方因为它拥有很多大自然的条件那当然它最好的方式是去攀岩攀登登山等等但是很难为什么很难因为我们旅游团体怎么去爬山所以我们只能用定点式的跳跃式的去看到它每一个美丽的浩瀚的大峡谷，红褐色的这些地形地貌。你看看这些山拔地而起这些山你看100年1万年这一块大土地名不虚传的天然地铁，最令人惊艳、浑然天成的这一种地形地貌鼎鼎有名的犹他州，可惜在台湾就稍不具名气，我这不知道为什么这有的地方超美美到不行但是就很怪咱台湾有当时对这个风景点较无了解那无介出名无了解就无人要来大家人拢爱做有名做了解才要来其实旅游是这样有很多秘境鲜为人知甚至奇妙的都等着我们去开发它探险它那为什么这个条路这边都是红色的呢？因为这个地方夏天非常的热，这个柏油沥青都被晒得软化了，所以这里面呢有掺了一些化学剂量，那要它不要去软，看到没有？也要融合这边的景观，
所以弄成这个橘红色的啊。那这边最多的呢，你看我跟你们讲了，西部都是由于地壳变动，以前在海底下，那现在呢上来了，所以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波涛汹涌。什么叫做波？就是浪。什么叫做涛？大家知道，暗流，暗流，暗流就涛。波涛汹涌，波是浪，你看得见的是波，看不见的是涛。这个才可怕啊！那暗流怎么知道这里有暗流呢？好，我们马上前面这里，你看这个地方雪大了吧？看看这边漂亮。哎呀，来这边过圣诞节了。这个我跟大家讲啊，我来美国的时候，一边来美国，我的同学跟我讲，我说你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收到那个贺年卡吗？对不起，贺年卡是不是满地都是雪？有一只马在那边走，有没有？一个你看，就是刚才那个景观啊。来，我给你们证明啊，你看这边的岩石横的，像扫把扫过一样，那个就是暗流刷出来的。所以各位有的人喜欢潜水。到我们台湾的那个兰屿那边潜水最怕的就是有这个涛就是暗流，有时候就把你带走了。你的力量很大，你很会游泳没有用，大自然真的。所以以前人家讲嘛，人定胜天，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人不可能升天的啊！人要是升天了，一定世界会给你惩罚的，真的会给你惩罚的，好吧？大角羊啊，你看看啊，野生的哦，这就是美国啊，有赞无？每一当我拢想要来啊，有无大角羊？要看到不简单的啊！身躯绑黑是啥？那是 GPS 的定位器啊，要追踪这些大角羊哦，有无？就不是讲人骑的要去遛羊啊，不是啊？你看它在这种深褐色的岩石当中啊，这种岩石掺杂了一些铁质啊，不同的地质啊，数百万年的大自然风化。野生动物的降临，美国就是这么棒，全美国我都觉得好玩。但有时候我推不太起来啊，有的人觉得无聊啊，我倒是觉得美国有美国的文化，美国有美国的风景，美国有美国的国家公园。我觉得旅游没有什么好不好玩，就是去感受它哈。我了讲啊，人用啊，这啊，猛这啊，我出来行行哦，爱通规划家己的退休的生活，全世界行到头。我跟你讲啊，要行到头，要有能力啊，不是你想要行就给他行，对吧？经济啊，体能上面啊，而且呢，西安国家公园本身不是规模很大的国家公园，但是有着特殊的天然景观 ，CP 值非常高的国家公园。来到西安国家的公园的这个地方，我们只是冰山一角啊，小小的啊，那一路上壮观的山石呢，让我们啧称奇啊！哎呦，超美啊！西安国家公园的停车场也是很有特色的啊。来看左边的山，你看左边的山是不是一层一层的？是不是？这以前都在海底下啊。那我就跟你们讲，这边的纬度是不是越来越高？雪是不是越来越多？这叫棋盘山。那为什么叫棋盘山？大家知道吗？就像围棋那种盘子一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冬天下雪嘛，雪久了就成了冰了。那太阳出来会溶解，它是不是会化？化就会有水，终年累月，日以复夜的这样的流，它就成了一条一条。
加公园有60个国家公园保护区。国家公园需要经过国会的立法建案啊。那第一个是哪里，你知道吗？应该是全世界大部分都有听过的，在1872年第一个创立起来的国家公园就叫做黄石国家公园。之后呢，就慢慢的一个立起来。你看，在这个时期来，很多人说，你们为什么每一年在12月？12月有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它的气候它的气候其实你拿美国人是真介意讲当这个暑假的时阵来国家公园，但是我跟你讲，这暑假国家公园的那个气候真热哇，热到让你吓到你会觉得惊死天气怎么那么热所以每一年呢，我们大致上都会在11月份、12月份，一直到隔年的3、4月份之间去推西岸那黄石就不一样了那黄石就必须在5月份开始走因为黄石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有时候你太早走呢下大雪进不去所以美国很多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有不同走法，有不同旅游时期的玩法。你看看，光是我们在这个车景拍下来的多美对吧？所以咱来到家，咱就会使感受到美国国家公园带给咱的这个带给我们去带给咱带给我们的感觉那1916年，国会通过了管理构成法，建立了国家公园的管理局，来保护了自然风光、历史遗迹、野生动物。美国在于国家保护上面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美国野牛有没有看到？哎呦，这野生动物有多多你看美国野牛一路上就是这样你看看我们每一年都怎么样都会去介绍几乎都在12月1号固定的美国国家公园五大国家公园你注意看连续4年5年我忘了，在12月1号。那你注意看看每一年的同一个时期点出发，去看到不同的景，可见的这个季节变化有多大，懂吗？这个季节变化很大，有时候你来的时候看得到下雪，有时候看不到下雪，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就每一年的季节气候反应都不一样，所以现在就是在旅游上面的概念一定要清楚总是那个人算不如天算你算到好嘛，不一定老天爷会照你的那个时间来给你落雪，来给你开花所以咱旅游要有这个概念看到是幸福的，无看到嘛是幸福先会使出来佚佗就是一种，对不对？就是一种幸福所以我常常跟人去讲这个观念要有这个观念要有太侪人把旅游当作这个商品买我买这个物件比如讲我开10万块，我买这个物件要看樱花好你10万块樱花一定要给我无你就是无你就是这个叫做什么欺骗我是天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问题你只能一笑置之告诉他说，那你下次就别来参加了为什么？因为没办法这么做如果人定能够胜天的时候，这气候那可不得了对吧？那所以旅游有时候开不开心就来自于你的心情概念清不清楚你看看我们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峡谷，美不美？真的而且呢，在这种地方你哪都没有恭维都不要讲话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很安静寂静无声在这种国家公园你听不到吵闹的声音现在在这里在美国还没有那么多的游客来这边玩他们还带有一点那种淳朴的气息观光客没有说塞满了这边然后呢，再来是什么？我们来的季节是最棒的季节避开老外的季节，天造地设的鬼斧神工。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很多人来到美国都是 LA 啦，洛杉矶啦、旧金山啦、拉斯维加斯，假假啉啉的看看，跋脚跋跋来啦。上这去大峡谷行来啦，根本都袂上咱的行
行到犹他州来，行到布莱斯峡谷来，所以每一档咱小港的行程啊，拢真侪人来参加，拢真侪人要录影。为什么？在一定的时间内看到一定美丽的美国犹他州西南部的国家公园，它并非真正的峡谷，它是沿着庞德罗莎峡谷，经过风化河流里面的水与冰侵蚀松软的沉积岩跟砂岩，组成了现在这种情况。你看，这个是动物的脚印呢，这不是婉婷的脚印了啊。那它独特的地理结构呢，就称为叫做这叫什么岩柱。当地的印第安人对于这一些呢后土的有个传说哈，这里原来住了各式各样的动物啊，这些动物呢都长得很像人，因为他们作恶多端啊，就被神明惩罚，变成了一个一个的石柱或塔或依靠在一起啊。峡谷地由当地非常著名的摩门教信徒首先于1850年开发，在1875年有一个叫做艾本尼泽布莱斯移居此地，就把它叫做布莱斯峡谷，现在是很出名的哦。每一次来到了美国，一踏上美国这块土地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会觉得一种很怪哈，真的，你来美国就会有一种好像自由的风在吹袭着你啊，那种氛围，那种气氛，哇哦！真的很特别，很特别，这是我觉得美国最特别的。尤其是你来到美国，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啊，你看那些店家啊，哇，那些老外啊，都是比较不会像你不然那哇加 cake 啊，也不会像欧洲这样非常严谨啊，都是what's up 哦，有那种感觉哦，就比较经常就是非常轻松的那种美国风格啊犹他州5大国家公园之一啊，所以你看犹他州这个州很棒啊，我国家公园有5大国家公园啊，那布莱斯峡谷是其中一个啊。它被2次的冲刷。那这个地方以前是在海底下，由于地壳的变动、挤压碰撞，突出了到路面上来。那经过盐水的泡制，然后这个雪化了以后就是水，水就有重量，重量日照就塌方。这样了解吧？周而复始几万年，所以变成了我们今天的布莱斯峡谷，就像石笋石柱一样。你们可以看右边的景观，看看哦，这边有个石头，我们叫做平衡石，现在已经不平衡了。你今天来看还在，说不定2年以后风化了不平衡了啊。这种的景观唯独只有犹他州布莱斯峡谷。
拜。